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甜心宝贝玩偶小浣熊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玩偶由主体和配饰组成，主体由手、腿、身体、尾巴、头和五官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再制作配饰。首先学习主体的钩织。先来学习手的钩织，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这款玩偶均是用十字短针钩织，后面统称为短针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W 短针一针放3针、A 短针减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这款产品大部分使用表格图解的形式，往下我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。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任意线材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4针，起针完成后，接着来钩织第一圈。倒号表示在倒数第2针上钩织，从钩针一侧往回数，也就是这一针。调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织。先钩一个短针，注意钩十字短针。钩好后，相连一针锁针也钩一个短针。还剩一个锁针，在这一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一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下的2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收好线头。钩好后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。完成后调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，后面钩织时都是正面对着自己。线头可以剪断，也可以暂不处理作为填充物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这一圈不加不减，钩织表示一针对一针钩，钩好后针数和上一圈相同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调第一个短针，引拔连接，
拉紧，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正面翻朝外。下面对照表格把第三圈也勾好，勾好后预留线头断线。勾好后来勾第四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然后从第三圈第二针入针，将线勾出。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收好线头。勾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四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勾第五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小括号里的针法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来勾第一组，先勾一个短针，接着勾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小括号里的一组就勾好了。对照表格把剩余勾完。完成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五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勾完第16圈，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自行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下面来勾第17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圈数较少。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勾6个短针，勾好后勾一个短针减针。来看一下，一个针目有这样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一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一根是后半针。先穿入第一针的前半针，再穿入左侧相邻的前半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这种只挑前半针勾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，用这种方法钩织，针与针之间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往下对照表格把这一圈勾完。勾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结束。这样第15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手剩余几圈勾完，后面小括号的针法所表示的意思和之前相同。钩织时边钩边填充。
钩好后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只手，钩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到这里手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腿的钩织，腿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由足体和肉垫组成。先学习足体的钩织，然后再制作肉垫。足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7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依次钩3个短针，接着再钩2个中长针，然后钩织中括号里的针法。中括号表示在同一位置钩织，也就是在剩余的这个锁针上钩5个中长针。钩好后调锁针，剩余的2根线钩织剩余的针法。钩好后引拔结束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表示翻面的意思，翻转织片，然后沿着上一圈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这里的引拔针钩织时不要钩得太紧，以免后面不太好入针。钩好后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拉紧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翻面，将织物的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第2圈倒数第7针，接线，将线钩出，然后钩3个短针，接着钩5个锁针，然后在第2圈倒数第6针入针，
也就是刚刚接线的旁边一针。钩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重复2次。钩好后，钩一个短针，这一针在第2圈钩织。然后再钩7个锁针，从倒数第5针入针，钩9个短针，钩好后钩7个锁针，从刚刚钩织的9个短针，第1针入针，再钩9个短针，钩好后再钩7个锁针，从倒数第4针入针，钩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再钩5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减针和一个短针，往下对照表格把这一圈剩余部分钩完。最后在剩余的辫子上钩3个中长针，钩好后与刚刚钩织的第1个短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
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线头都放在里面作为填充物。下面来勾第4圈，先渡线到上一圈最后一针，将线圈拉大，将织物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在这一针将线勾出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沿着第3圈一圈针目钩织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。深入一点，填充棉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腿剩余部分勾完。后面钩织时边钩边填充，全部钩好后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用于收口和缝合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收口和缝合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脚钩好后的小样，现在来收口，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然后依次从最后一圈前半针穿过，拉紧，剩余的线头暂不处理。接着剪约30厘米的定型条，对折，然后从腿倒数第3到4圈之间穿入，一直穿到脚为止。这样一条腿的主体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制作漏垫，在脚底绣制线段，先绣下方，然后在上方均匀的分散绣4条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2股，穿入缝针，取出一条腿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。先在腿里面藏好线头，然后在脚下方一点绣5条线段，中间的偏长一点，两边偏短一点。
然后在上方绣4条小线段。最后把线头在腿里面藏好即可。这样一条腿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条腿。注意，另一条腿安装定型条时，在相对的一面安装。到这里，腿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身体的钩织，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也按照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起针是环起，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。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要大，将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一圈 ，R1 是6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。先立一个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一针。然后开始钩短针，这款玩偶的短针都是十字短针，穿入起针的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十字短针就钩好了，后面剪成短针。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，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。继续钩第2个短针，穿入起针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第2个短针就钩好了。第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
4、5、6，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完成了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。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，在这第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，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二圈 ，R2 是6V，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，这里表示连续钩6个短针加针。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在上一圈第一针针目中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在此处钩2个短针，钩织时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收一下。一针，再穿入同一针目钩短针，两针，短针加针就完成了。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，不要忘记收线头。第二个短针加针完成，这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加针，剩下的4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钩出2个短针的方法来钩。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，要核对一下针数，从最后一针往回倒数，1、2、3、11、12，这一圈一共12针。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引拔针完成。起针多余的线头可以直接剪断，也可以在第3圈时藏一下。第2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3圈 ，R3 是括号 XV 括号乘6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钩一个短针，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，
一组括号 xv 括号就勾好了。我再演示一组，先勾一个短针，再勾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二组。这一圈要重复勾6次 xv， 剩下的4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来勾。最后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可以看一下，织物正面纹理清晰，反面纹理模糊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一直勾到第26圈，勾好后断线，往下大家自行将它勾好。下面来钩织第27圈，从倒数第20针接线。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收好线头。剩余针目不钩织，钩好后不用引拔，这样第27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8圈，先钩12个锁针。然后从第27圈第3针入针开始钩织，对照表格针法依次钩织。最后 K 表示空针，也就是最后空2针不钩织。这样第28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9圈，先钩16个锁针，然后从第28圈第3针入针开始钩织。钩好后，第29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一直钩完倒数第2圈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钩完最后1圈前的小样。下面来钩最后1圈。先沿着每一圈剩下的针目钩织，最后再沿着倒数第2圈的针目钩织。钩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。
预留约5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然后塞入适量填充棉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身体勾好后的样子。接着剪约50厘米身体同色线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在身体第11圈勒腿窝，在身体两侧勒出腿窝，任意一侧穿入，相对的一侧穿出。再将线穿回线头位置，间隔一点穿入，再穿一次，拉紧，最后再穿回线头位置。然后把2个线头打死结固定，最后将线头藏到身体里面。这样身体就完成了。下面将腿缝到身体两侧，把腿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在腿窝位置缝合。先将定型条插入身体里，然后开始缝。注意，身体较低的这一面是前面，所以缝合时脚朝前。如果定型条较长，将它剪断一点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
大家可以多缝几针固定，缝好后将线头打结藏好。这样一条腿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条腿也安装好即可。注意安装时脚朝前，接着将手缝到身体两侧，先剪约38厘米定型条对折，然后在身体侧边第29圈到第30圈之间插入。大概在腿的上方。另一侧相对的位置穿出，然后将两边预留的定型条插入到手里。用手预留的线头，挑最后一圈的针目与身体缝合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只手就安装好了。然后将另一只手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它缝好，这样腿和手的安装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头的钩织，这里我用小样说明一下。头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即可。注意最后几圈钩织时边钩边填充，全部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、收口藏线即可。完成后先放一旁，待部分配饰制作好后再组装。这样头的钩织就讲完了。
下面来学习尾巴的钩织，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下面演示一下换色的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对应圈数钩好后，下一圈需要换色时，处理一下线头，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织物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接着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重新接线钩织对应的针法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对照表格，钩到下一圈需要换色时，钩起圈后需要换色，同样处理一下线头，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织物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将之前的线头直接钩出，然后对照图纸继续钩织。后面换色时都按照这样的方法处理即可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钩完第30圈，钩织过程中边钩边填充，钩好后多断线即可。下面演示一下最后几圈的钩织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，先钩倒数第3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在第30圈倒数第5针接线，然后对照表格针法钩织。遇到线头时收一下，钩好后断线。这样倒数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倒数第2圈，在第31圈第2针接线，对照表格针法钩织。钩好后不断线，接着钩织最后一圈，沿着前2圈剩余的针目钩织。
最后钩一个短针。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尾巴就钩好了。然后再剪约35厘米的定型条对折，将它插入到尾巴里，再将多余的定型条插入到身体后面第11到第12圈之间，然后用预留的线头将它缝好即可。缝合的方法和手相同，也就是挑针目和身体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，这样尾巴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五官的制作，有眼睛、眉毛、鼻子、黑眼圈、腮红和耳朵组成。先来学习黑眼圈的钩织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。先钩3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减针，挑相连的2针，分别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第2圈也钩好。第2圈钩好后，来钩第3圈。这一圈挑后半针钩织。先钩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和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穿入左侧第2针后半针，然后再穿入第1针的后半针，将线钩出，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预留约5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
这样黑眼圈就勾好了。黑眼圈勾好后，将它缝到头对应位置，缝合时有弧度的这一侧朝下，稍微凹进去的这里朝着上方，上方这里与第18圈针目对齐。黑眼圈在头大致居中位置缝合，两个黑眼圈之间间隔约6针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最后一圈针目与头缝合。缝好后，用多余的线头勒出眼窝，在偏上方一点的位置穿出，间隔一点穿入，穿出，将线头稍微拉紧，为了牢固，大家可以再缝一次，这里我就不缝了。最后把线头在头里藏好。这样一个黑眼圈就缝好了，眼窝也勒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对称的位置把另一个黑眼圈也缝好，这样黑眼圈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鼻子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，将它缝到头前面大致居中位置。上方与第20圈对齐，下方与第28圈对齐，两边在黑眼圈最后一圈缝合。缝到还剩一点位置时，塞入填充棉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。将线头穿入缝针，将鼻子放在对应位置，挑最后一圈的针目和头缝合。遇到黑眼圈位置，就挑黑眼圈表面的线圈缝合即可。注意，鼻子第一圈是横着的，引拔位置在右边。还剩一点位置时，塞入填充棉。
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头里面藏好。这样鼻子就缝好了。鼻子缝好后，在鼻子上绣出鼻翼，在倒数第3到4圈绣至这样的倒三角，然后在下方绣出这样的线段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5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缝针，先在鼻子里藏好线头，然后先绣一个 V 字形，V 字形2条线段，间隔约1厘米。然后在这之间绣满线段，绣好后，从下面出针，绣一条约1厘米的线段，然后在两边绣一条约0.5厘米的小线段。把线头藏好，调整一下，将它弯出弧度，然后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固定一下。
这样鼻翼就修好了，鼻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眼睛的钩织，有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将它粘到黑眼圈、泪眼窝的位置。粘贴时反面朝外，粘好后在眼睛右上方分别粘1颗半珠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，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眉毛，在黑眼圈上方间隔2圈，分别绣制这样的线段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在头里面藏好。然后在对应位置出针，线段占2针，绣2次。这样一侧眉毛就绣好了，然后将线头从头里面过渡到对应位置，把另一个眉毛也绣好。绣好后在头里面藏好线头，这样眉毛也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腮红，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钩好后将它粘到眼睛下方。注意，腮红是正面朝外粘贴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钩好并粘好即可。这样腮红也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耳朵，耳朵有相同的2个，多分为内耳和外耳。先钩织内耳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V 中长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4针依次钩3个中长针，1个短针，接着钩中括号里的针法，中括号表示在同一位置钩织。现在相连一针钩1个短针，2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1个短针，这样中括号里的针法就钩好了。对照表格把剩余的起针钩完。钩好后，第1行就完成了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我们把第1行正面作为耳朵的正面，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在上一行
最后一针从反面接线，立2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接线同一位置钩一个中长针，线头放在反面收好。这个中长针和起立针算作是一个特殊的中长针加针，接着依次钩3个中长针，2个短针，然后在锁针位置钩织中括号里的针法。钩好后，再依次钩2个短针，3个中长针，和一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，挑上一行起立针上方的2根线钩织。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最后一行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内耳就讲完了。然后对照表格用对应颜色的线把外耳也钩好，钩织方法和内耳相同，只是不需要换色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下面将内外耳组装起来，将内耳和外耳反面相对，用内耳预留的线头缝合。缝好后，再将它缝到头第9圈到第14圈。缝的时候，缝出这样的弧度。注意，缝合时内耳朝前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将内外耳反面相对，用预留的线头挑靠近的半针，卷针缝合。锁针位置也挑靠近的半针缝合。缝好后，将线头藏好。这样内外耳就组装好了。
下面剪一截约30厘米头同色线，称缝针，将耳朵缝到头对应位置。先固定好线头，注意缝合时内耳朝前。缝好后，在头里面藏好线头即可。这样一个耳朵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另一个耳朵勾好并缝好即可。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到这里5关就全部讲完了。